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Aptos 的交易并行的引擎 Block STM。然后我拿那个 Solana 来对比一下哈，我们就能看出两个之间的差异，它到底改进了什么东西哈。好，我们先看一下 Solana 哈。好，上一次我在讲那个呃 Bull Shock 的时候，就是分布式异步共识的时候呢，我拿这个 Solana 的 POS 来做对比的哈，我拿 POS 来做对比。那 POS 呢，就是同步共识哈，同步共识是同一个时间点只有一个生产者在生产，同一个时间槽，我们也可以讲成这样哈，只有一个生产者生产。那么这一个生产者在生产的时候呢，他要开始自己的这一块，比方说他是4，他要开始4呢，他必然是要先收到3，对吧？3执行完了之后，他才可以生产4。那么他收到这个3呢，有可能是在这个第3号的时间槽里收到，他也可能在自己第4号时间槽里收到，对吧？这可能性各异，对吗？所以呢，我拿 Solana 跟 EOS 来对照一下哈，就是我在总共呢，像 EOS 它总共一个时间槽是500毫秒，所以呢，它中间留了那个60%，它作为它的自己生产的时间啊，差不多是300毫秒。两头呢像甘蔗一样的切掉那个10%，10%的误差，就好比我的电脑在杭州，你的电脑在纽约，咱们俩之间的时间的误差，有个几十毫秒，这个很正常，对吧？可能是8.03分30秒，秒级的这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俩差毫秒，有些误差很正常，所以它两边要切掉一点，然后中间的600就300毫秒，它用于生产一个线程一个核用于生产这个块。然后呢，刚才讲了，就是可能它前面可能收到的时候。有可能他收到的比较晚，对吧？先在这个500毫秒里面，他需要把前面的那个生产者的那一块先给生产了，然后再生产自己一块，所以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流程哈。那么 Solana 呢，它在 EOS 之上，在同步共识的时候，它有了一个叫 POH 的一个一个共识啊，它也管这东西叫共识哈，使得它整个网络呢，每台电脑之间的时间的误差呢，可以控制在毫秒级，控制的很小。那么这样呢，它几乎它的这个400毫秒这个整个的时间槽它都在用于生产哈。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看一下哈，它是由4个线程或者4个核连续在生产，然后每隔6.25毫秒发出就每6.25毫秒一个，它这个叫一个 tick，然后发出一个分片。你想象一下哈，然后呢，它这个分片呢还是在它自己这个节点里面保存着，然后也存到那个8个了之后呢，然后把8个档一个包发给后面那个广播出来，然后一个包呢差不多广播8次。好，那么它这样的好处呢，是指假设我现在是要生产自己的这一块儿，那么我前面的那一块的执行，其实在这个8个分片收到的时候，它8个这样就8个分片一个包嘛，对吧？这样第一个包、第二个包、第三个包，其实在前面的那次执行那个时间槽里面，后面那个节点它已经收到了，所以它自己上场的时候几乎是没有等待的就可以开始生产哈。那么它在生产的时候呢，是分成总共我刚才讲了哈，总共是每一个tick 发出一个分片，那么总共其实是64个分片，每个分片每8个变成一个组，对吗？然后往后面的那个交易广播哈。那么后面的交易呢，后面的节点呢，它是8个核上来接的这个注意哈，它是4个核在生产，其中一个核是用于生产投票的哈。后面的节点呢，它是8个核上来接的。其实也就是说，这个8个分片可以放在8个核里，同时
那个执行，对吧？那么其实也就是说，这个64个分片，它如果后面的电脑足够多的话，你是一个包那个发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放出更多的核，可以16个核上来接，对吧？所有的它的分片都是那个相互之间都可以并行执行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Solana 的那个我们看一下 Solana 的那个交易结构就明白了哈。它是所有那个分片都可以并行执行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哈，你就明白了哈。我把那个几个都列在这哈。这个中间是 Solana，这边是那个以太坊 ETH 哈，这边是那个 Aptos 哈。我们看一下 Solana 啊，大家看一下 Solana 的这个 message 结构哈，它外面还有个 transaction 哈，这个 message 它是包在里面的。我们看一下哈。好，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指令啊，就是转账啊，那个抵押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哈，它一次可以放好多，不是一个哈，一次可以放好多。大家看哈，它有一个那个 account keys，这个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交易它会操作到的账号，Solana 的账号呢，你可以理解成它是文件你也可以理解成它可能是一个每个账号那个它是一个LevelDB、RuskDB 里面的键值对你可以理解成这样。总之，它用于存储的这次的读写这次下面这些转账交易的读写啊，它的存储都放在这个 account 里面了。这个是 key 嘛，对吧？key 呢放到那个，你看是 PK 嘛，对吧？PK 放到那个数据库里面去拿一下，就拿到那个一个 value 拿出来，它就是一个 account，然后这个 account 用于存储嘛，就完了。那个 Solana 是这样哈。那我们为了并行执行的时候，只要把这个 key 给排下序就可以了。不给它，如果是两个交易，它有那个相同的 key 的，那么它在那个放在一个分片里就行了，对吧？如果它没有不相同的，所有的 key 都不相同的这些交易都可以放在那个不同的分片里面，那么一堆 CPU。32个核的 CPU 上去，它就疯狂可以去执行了，对吧？因为相同的那个一个分片里面这些 key 有重合的，它就会按照一个顺序去修改，对吗？修改这个状态，其他的都可以任意的时间去操作哈，就时间可以随机的操作，它都不会那个出现状态的那个混乱就是每一次它不管它怎么执行，在不同的电脑里面，不管你用多少个 CPU 核来执行，它最后它的修改的状态它是一样的。就 OK 了，这个就是 Solana 的那个并行执行的解决方案哈。我们看一下那个以太坊哈。好，以太坊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它的公网里面交易都不是并行执行的哈。但是呢，实际上它在那个2000，我看一下哈，我这放了两个哈，它是在 ERP 2930，差不多1年前哈，这个是那个刚才那个Solana，这个是以太坊哈，它基本上是在2年前哈，它已经把那个交易并行的那个伏笔已经埋在这儿了哈，就类似这个Solana 的那个方案就是上面有一个那个 account。就那个 account keys 就有一个可能修改到账号的数据的这个 list 放在它的交易的那个清单里面，这个一样哈。那个以太坊它要修改这个，它这个放的是键值对哈，以太坊嘛就键值对，没有这个 account 这个概念哈，它就放在了这个地方。假设当然以太坊现在它的这个键值对会很多哈，如果真的那个公网去实现，公网上的代码我现在没见过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实现这个哈，是没有实现交易并行，但是在链圈的项目里有实现因为我有朋友在做哈，他们那个就是交易并行的这个 list 就用这个 list 去那个排序一下，把整个 block 分成那个片就完了哈，然后CPU 上去就可以执行。好，那我相信以太坊它这个埋了这个，相信它的那个2.0应该很快就2.0上去，他想弄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哈。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是
这个哈，这个是 Aptos 的那个交易的结构哈，这外面还包了很多层哈，这个是最里面的一层。那么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注意哈，这个呢 payload 呢，你可以理解成它跟这个呃指令Solana 的指令是一个意思哈，跟以太坊的这个 data 是一个意思啊，只是 Solana 它这一把可以有很多个指令哈，不是一个，转账啊抵押什么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入金出金啥的都可以在这里一把上去让它一次完成的啊。所以以太坊我们在写的时候它只有一次，对吗？我们经常用一个叫 multi-core 的一个东西把它包在里面，这样你就有 n 个指令可以执行了，对吧？我们经常用这个方式哈。然后这个呃 Aptos 呢，它也同样跟以太坊一样，它只有一个哈，但大家注意看，它有个关键的问题哈，注意看啊，这上面没有一个 list，没有一个交易它可以排序的东西。对吧？那么没有一个，我们本来给它通过这个建制对，通过这个 account 排下去，把它分到不同的分片里面就完了嘛，对吧？这个方案在Solana 上已经实现了嘛。然后这个呢，我们看一下 Aptos 里面它没有这个清单，那么很显然它排不了，不排序啊。这个不排序它是有原因的哈，它是认为排序对前端太不友好。就是排序对前端太不友好，不排序，它也照样能够实现并行执行的哈。所以呢，我刚才因为这个方案整个行业一直在寻找哈，我觉得Aptos 这把确实干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应该是未来会成为就是自从 Aptos 上场之后哈。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项目交易都能够并行执行了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看一下哈，我把它这张图给它画了一下哈。我一直强调哈，就是你是一个产品经理也好，你是一个 CTO 也好，那你要什么叫比较厉害？就是你开发了一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呢，未来成为所有项目的标配。那这个就是比较牛的一个东西哈，才是比较厉害的哈。我们很多你看知名的产品经理，他都给我们整个世界留下了你满眼看都是有一个项目突破了之后，然后剩下的其他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的哈。这个 app 我认为这个 Aptos 的这个叫 Block STM 这个交易就是整个 Block 的交易并行的方法。我相信未来很多项目会用上哈。好，那么我接下来讲一下它的过程哈。它的这有张图哈，它的这个论文在这哈，这论文比较容易懂哈，就是你前提一会儿把这张图看懂哈，这个图的流程看懂，接下来它是比较容易懂的哈。看一下这张图就在它的这个论文里有哈。在比较前面的论文里面这论文写的非常的清晰哈，简单。前面就是就是overview 了一下，然后用这个弄张图给大家讲解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一堆伪代码，对吧？就把它所有的功能，写一下。这伪代码已经足够能描述它整个事情了，就看懂很容易哈。然后下面就 Rust 它怎么实现的哈，里面有一些细节。那么你看的时候最好呢。像我这样哈，用两个屏哈，就两个屏，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快一点哈。你一个屏的话，来回翻头会晕的哈。好，那么我来讲一下这个Block STM 哈，我们看一下哈。首先我们执行的时候呢，是有一个 block 里面呢有n 个交易，对吧？然后这个 n 个交易呢是有一个顺序的，对吧？那么它要做到什么呢？就是通过它的这个并行执行它的效果跟顺序执行TX 最后达成的修改的状态是一样的。不管它怎么执行
因为它每一次在不同的，比方说你像这个例子里，它是这台 CPU 它用了3个核，物理的核有3个或3个线程，那你可能是有台 CPU 它有16个核上来干的，对吧？那不同的它交易执行的过程，它并行去执行的嘛，对吧？16个，那先16个那个交易上去执行，对吧？那么不管多少个那个用的 CPU 来执行，它最后修改完的状态啊，就余额啊啥这些，最后是一样的啊，跟这个 TX1 TK 顺序往下执行，达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好，它要完成的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它设计了两个那个队列哈，一个队列呢是用于未来一会儿要用来那个执行的那个交易的队列，另外一个呢是未来用于要验证的注意哈，我们以前就是一个执行的队列，对吧？上去执行一下就完了。他还弄了一个那个要验证，有一个验证的过程哈。然后中间呢，这次他执行呢，它是3个线程。那么 OK，我们开始哈。第一个那个 stage 就是3个核三条就1、2、3这3个那个交易先给它执行一下。OK，它转换成第二个状态。第二个状态呢是啥呢？就是3个交易通通执行通过了，1、2、3通过了，那么它把它放到这个验证这个队列里面，上面呢那个1、2、3给它减掉，对吧？然后接下来呢，他去做那个3个核嘛，对吧？他只能验证三条，这3条放上去，3个那个交易给它验证一下哈。刚才执行它的 move 啊啥的那个 interpreter 啥的 VM 啊上来要执行，对吧？验证不需要那个 VM 上来，对吧？肯定的哈。验证他发现1、3是通过的，那个2验证失败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他做一个操作，2失败，然后要把2那个加一个版本号，它每一个那个交易是有一个版本，一开始所有的交易版本号是1，假设哈，接下来他就加个1变成2，就是这个2的版本号是2，放到这个1这个队列里面去，然后呢，刚才1已经通过了嘛，对吧？然后因为2刚才失败了，然后所以3呢要重新验证，因为不知道2一会儿执行它会不会影响3，对吧？就可以哈。好，那么接下来操作哈。那么2为什么会失败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2读的那个，你看下面我有这一条哈，我把这个它关键的几条列过了啊。就是2在执行的时候，他发现他读的那个内存被1修改过啊，原因就是1、2、3是不是同时在执行啊？同时在执行嘛，几个 CPU 上去3个 CPU 合上去执行嘛，对吧？那么2的那个，他发现他的那个存储被他前面的一个交易那个执行过，对吧？所以2就失败了，被后面的那个修改过没关系，对吧？好，那么这样2就变成要重新执行了，1已经结束了2重新执行一下，对吧？然后3那个要验证一把，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它4要那个四要执行哈。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这里我刚才讲3个 CPU 嘛，这怎么4个了，对吧？原因就是因为4上来一执行它就挂掉了。他那个失败了，他发现4是跟那个关联着这个 A 的，就是刚才2失败的时候呢，他把2修改过的内存全部改成了一个叫 read estimate。那么4上来一执行，他就读到了这个 read estimate。那么4呢，也就是说必须等到2执行完，它才能再执行，对吧？所以4就挂起，它就直接又去执行了5。你看4挂起，4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3个 CPU 哈，就这个 stage 里面就只有3个还是3个 CPU，这俩其实是一个那个 CPU 核在执行好 OK。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还发现那个2并没有修改新的那个存储。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第一个3不用，3这里已经验证通过了，不用再执行了，不用再来验证了，因为呢2它没有增加新的那个存储，也就是说这个3不可能被2 3
3所需要的那个存储，它不可能被2改过，因为2没有增加新的，因为前面就没有增加新的，所以3可以走了。然后这里呢，v 呢就变成了那个2跟5，对吧？2跟5，2成功5成功嘛。4刚才挂掉嘛，就上去到加了一个版本变成2，就4的版本变成2，就放在这个队列里面。好，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是那个验证2，执行4，对吧？再验证5我们看一下哈。那么4呢，验证4在执行的时候，第2次执行的时候，他发现是修改了新的那个内存新的那个存储不管是键值对也好什么，这都没所谓啊。它要定义一个那个内存的，它叫 VM 的 memory，定义了一个 memory，然后去操作就可以了哈。那么他发现呢，那个4修改了一个新的键值对，那么所以呢，他要把5那个新执行完，他要把4跟5拿过来，因为5在它后面嘛，你修改了新的5有可能读到这个新的，对吧？对啊，读到这个新的，那这个就所以5要重新来那个跟4一起重新来验证一下。上面呢就是剩下的那个6、7、8、9，所以这里呢又还是那个3个任务，然后4、5验证，6那个执行，然后一路往下操作，一路往下操作。那很明显，这个能够把那个整个 block 的那个执行的过程然后可以让它最后执行的那个操作完的那个存储的修改状态的修改，跟这个 T1到 T3按这个顺序一个个往下执行是一样的。那么主要呢有这么几点哈，我刚才讲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论文哈，把这几点我把它列了一下哈，比较关键的几点哈。第一个呢是那个验证交易读取，就是验证的什么叫验证啊？就是在比方说验证2它为什么失败啊？就是这个2的存储没有被它前面的那个交易修改。就2嘛，没有被1修改嘛，就这意思哈。因为2搞的时候被1修改，那同时执行肯定不行嘛，对吧？必须是先1执行好，我2再上去，那就没问题嘛。刚才的这个流程里面就做到了1执行完了之后，你看1都验证完了，2再去执行嘛，对吧？大概就是这样过程哈，这是第一个。然后假设这是验证交易那个过程哈，假设是交易执行过程里面错误比方说刚才的4就交易执行里面的错误哈。那么它怎么错误呢？就是读到了这个刚才2的那个修改的那个2的内存，2刚才验证失败的时候，2读过的内存都被它标记上了那个read estimate 那么后面在执行的4执行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碰到了这个 read estimate，也就是说，意思是指我这个4必须等2执行完，我4才能上去，大概就这意思啊。好然后呢，如果你一个验证错误的时候，并且修改过内存，那么在这个之后原来那个验证过的那个交易都必须重新拿回来验证就刚才的5哈，5在这已经验证过了，已经通过了，那它必然要拿过来那个重新再那个验证一下哈，因为4在前面在它执行的时候，它增加了那个存储。那如果五的那个验证的过程，如果那个增加的部分跟5的部分它那个有矛盾的那所以5还要重新拿回来做验证一下哈。所以这3条是比较关键的哈。那么它的论文呢是在这里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主要是存储的时候有几个哈，一个是那个当前这次那个交易执行的里面，他在读的那个读过的那个存储然后他写的存储对吧？然后上面这个呢是上一次执行那个成功的时候执行成功的时候那个存起来的那个所有执行成功的存起来的那个数据，然后相互那个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那个它的验证是错的还是对的，差不多是这样哈。那么我们很明显这个方法
交易的并行执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的效率呢，很显然，因为你有时候要2次执行的，对吧？如果你的所有的交易相互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它其实一次下去就会执行完。如果你的交易之间相互是有关联的，对吧？它16个核上去，它3个核，这是3个核嘛？16个核上去，有可能这个16个核抓到的这一批1到16个那个交易相互有关联，那有关联的过程有可能出现它会出现那个返回去那个交易重新执行的过程，像这个2刚才就重新执行了，对吧？那么很显然，它这个效率一定会比那个 Solana 的这种情形要慢的，对吧？这很显然，Solana 是每一个那个多少个 CPU 上来，它根本就一次执行完就完了。那前提呢，它是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Solana 是因为它前面在这里用它这些存储排过去的就是有关联的在一个分片里，不没关联的就分在不同的分片里就完了，对吧？这很显了哈。那么这样搞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Aptos 认为在上面那个让一个前端的用户让他把这东西拆出来，让工程师把这东西前端的那个，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开发工程师的那个体验要好，对吧？就你开发要容易，对吧？让工程师拆这个东西难度太大，这个也是那个 Solana 被诟病的一个就是 Solana 合约很难写的一个很大原因就一个是这个东西哈。另外我再爆个料哈，这 Solana 也不在意给我们爆料因为它没事，它还经常死掉哈。好，它的每一个那个交易，它的大小是在1280个字节里面的它是其实我们在Solana 是在这里哈，我给它报个料哈，是这样，它每个交易的大小要1200个pocket，它叫 pocket 反正是这样写的哈，它要 by，它是这样的哈。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希望那个，下面分包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知道网络有很多层嘛，对吧？然后他希望这个应用层的那个字节如果控制的比较小的话，每一个那个交易比较小的话，它下面的那个刚刚是下面的一个 pocket，数据链路层的一个 pocket，网络层的一个 pocket 就够了嘛，对吧？那这样它广播速度就会做的那个极快嘛，对吧？那么也就是因为它这样搞了之后，就这个很常见哈，我们那个产品经理那个不够强大的时候，那个都会被研发摁着摩擦的哈。这个是一个那个他这样做了之后，他研发的某一个性能会改得很快哈，但是他的错是它使得给我们那个开发的用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你如果写了一个交易，那个比较大的话，你的参数什么的比较多的话，你要发给他，因为他这里 account 都要列出来的，它很容易超过那个1280个那个字节，使得那个在写它的合约的时候难度就变得非常的大。一个工程师整天在那拆他的交易就把指令拆开来我们一些 function，我们现在以太坊里面有一堆 function，它也一样拆开来，那么使得它整个的那个开发用户的体验非常的差那么我觉得这个 Aptos 这个 Block STM 这个系统，它写成这样应该是一个它的性能可能会略弱于那个 Solana，然后它的那个开发用户的体验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然后这个项目呢，这个写法应该会是以前那些我们之前有很多个很多条公链我觉得他们应该那些需要速度的公链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它这个方案，我估计都会照它这个方案来改我觉得真的写的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我读到现在呢，我觉得它应该不能实现我上次讲到的这个问题因为它要实现1秒10万的 TPS，它必然啊
我上次这个问题我再讲一遍哈，就是我一个我一个 validator，我要把一个块广播出来，广播给网络，那么我需要收到另外n 减 f 个那个 validator 的关于我这个 block 的签名，有了这个 block 可以签名，我才可以广播给大家，就表示大家都确定了这个过程哈，这个是独角鲸鱼是他们这个系统的那个基础哈。那么这里有过程，那么如果这个有50个那个 validator，那我那个同一时间啊，你看哈，这个同一个时间在一个 round 里面，同一个时间，那我作为一个 validator，我是不是得那个收到50个 block？我最起码要30个、40个给他们签个名，告诉他说，兄弟，你这没问题。同时，我还要把我自己的这一块生产出来，对吧？对吧？那我在那个给他们发回去这个过程里面，我上次说了，这个30个、40个 block，难道我都要按照我们前面的操作过程，POS 里面的这些 Solana 这些 EOS 这些操作过程都是需要执行过的，以太坊也都是要执行过的，它的那个状态要对比要一样的，对吧？那个默克尔树的根是要一样的，我才能确定你这个整个呃整个你的块是没问题的，对吧？我才能把它收下来，对吧？都是要执行执行过的，对吧？因为我们每一个，你看我每一个在每一个 round 里面，所有的那个呃生产者都发出了一个那个 block，然后如果50个的话，就发出了50块，对吧？那你这块要真正发到这个网络里面，是你按照你这个写法是其他的那个生产者都要帮你那个签过名的，对吧？那我作为一个生产者，我帮那个40个 block 签名，我在1秒时间内，刚才说了，我上次申了，这个过程可能是1秒时间，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他去执行这个快，我觉得应该是来不及的哈，因为我对这个，我之前一直我讲过了哈，我就是就大家对我了解的人应该比较知道哈，我是写虚拟机的，写编译器的哈，我这个 Mood 的代码我是读过的哈，它这个目前还没 JIT 的，我之前那个在前面我集成那个，啊、就是 Watson 虚拟机的时候，我还帮他，因为我集成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发完，所以我帮他们改了很多 bug 哈。然后等我集成完了，他们也差不多测试通过了，差不多这样的过程。所以我对细节是非常了解的。它这个幕应该不能 JIT 的，它应该速度就虚拟机本身它的速度应该不会很快的哈。那不会很快的情况下，它要完成这个30、40块在1秒钟时间内验证，我觉得应该它还是用共识因为这个是 Aptos 哈，我看那个啊苏哈，那是苏吗？苏还是水还是衰哈？那个项目里面它是一个交易，用户要提交一个交易，是有很多个那个需要很多人帮他那个 validate，好多 authority 是要去帮他在他的交易上签名的然后最后他那个交易会生成一个证书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我相信那个Aptos 估计也是用了类似的方法哈，目前我还不确定，我还没有看那个，我代码已经在已经读了一些了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段哈，所以有可能它并不是执行了那个一个 validator 并不是执行了40、50个那个块在1秒钟时间内，而是那个通过验证那个签名的方式来确认那个这些整个块的执行过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么这个呢，随着我代码的深入我啊下一次再给大家分享哈。好，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